大家周末好，今天呢依旧有很多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经历了这个礼拜的走势，可以说整个市场是非常弱的，也是美股今年最差表现的一个礼拜。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周线级别的阴线，我们应该选择抄底吗？在进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所观察到的和得到的市场上的不同层面的数据与分析，来自于不同的投行和专业机构。然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市场的一个看法和想法，还有我该如何去判断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应该参与抄底，那么我们又要经历什么样的风险和获得什么样的机遇。最后呢，我们不管如何分析、如何讲、如何吹，那么最后没有落实在实际操作上的任何分析都是一派胡言。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上周我的几个操作，好的、不好的、错的和对的。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个股的分析给大家讲一讲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几个个股的表现。那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内容比较多希望您能耐心看完。好，今天呢是周五，它呢首先是有一个数据的出现，那么是超过预期的通胀。那么 PCE 的数据超过预期，意味着我们可能终端利率的最后的最终值还会比想象中的还要高。因为我们在上周还是上上周我忘了分享了关于 CPI 的一个解读。我们知道市场上 CPI 下降它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因为我们说不管是能源呀，不管是食品这些用的这些东西是他们下降的空间不大，主要是服务业的这种通胀死活下不来，而服务业的通胀又跟当下市场中就业市场非常火爆所成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想看到服务业通胀的大幅降低，必须面对经济上的一个萎缩和大量的失业。所以这跟我们未来推出实现软着陆甚至不着陆的这个预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所以市场上出现了看到了这样的数据开始对市场走出不管是衰退也好，还是回到通胀逻辑也好进行一个重新的定价。我们上周也说到了股债之间的差值是来到历史几乎最大，那么我们今天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分析这个层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下政治环境也是非常的紧张。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头条讲的就是关于俄乌战争，各国已经开始进入最终的一个逐利和角力的过程。那么可以看到说中国全面介入 calls for peace， 但是呢美国呢就是另外一种说法，我可以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叫怎么做都不对的一个状态，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我更多的理解为是有大国之间更加激烈的博弈，也为后面谈判增加筹码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一旦出现了任何的擦枪走火或者走错了一个，哪怕哪一方走错了一步，都有可能对金融市场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风险。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上周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员麦克威尔森他贴的图，他认为标普500的这个 equity 叫 risk premium， 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的标普的收益减去我们的就是 risk premium 之前是叫做没有风险的收益，由于现在的市场利息在大幅增加，这个差值去继续扩大，那么意味着市场也就是 equity 市场我们说股市也好那说证券这些，他们整个对于投资者的一个吸引力是越来越差，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看空的一个论调。加上呢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胀的这个数据，就会使这个数字变得更低，那么会增加巨大的一个风险。好，那么这也是从他也是来自摩根斯坦利他们的一个论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在这个财报剧关注到的这些成长股的表现，你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投资大型蓝筹为主。因为大型蓝筹股他们不仅有能力去进行个垄断
和对价格的一个定价，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就是对于成本支出的控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纳斯达克100，他们现在的 cost 和 sales growth 叫 spread， 也就是说成本的增长是远超过销售或者说我们说 revenue 营收的增长。那么大量的中小型公司他们不舍得去裁员，因为之前从20年也好21年也好，好不容易招来的这些人才这个时候呢你裁掉之后可能过段时间又要招回来，那么他们愿意养着也好，或者他们就没有能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或者是这个提前的一个布局，造成了大量的成长股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还可以，没有差那么差，但是他们的成本却控制不住。我们从 Shop 这个财报可以看出来，我们看这个不管是其他的一些成长股是反弹，或者说这一轮反弹上来的质量深度是非常高的，也是个非常高质量的反弹。所以市场在这么多不利的情况下，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差，而是相对来说是有人在这里接盘和操作的。那么另外主要的一个买盘就是来自于股票回购，股票回购今年的量仍然是非常巨大，很多的股票回购也支撑住了这个大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市场上有无数做空的理由，但市场却迟迟不崩，它的原因之一。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整个市场中给大家总结了我们所看到的从宏观上的分析到微观上到资金上的一个分析。那么没有具体操作计划和分析的这个没有具体操作计划的分析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呢进入后面呢是一个具体的技术分析和操作的环节。好，回到我们是否能抄底的这个问题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交易模型，你是否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那么这个抄底的核心其实应该是一个物极必反的原理，剩下的我们就是顺势而为。如果是物极必反的原理，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物极，就是市场上走到一个非常恐慌的极端的状态。那么我们来到幸运老师就是 W3Data.io 这个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情绪指标特别有意思，今天全都指向了这个中性，大部分都是中性。那么既然都回到了中性这么一个状态，它就没有达到物极的这么一种状态。你没有达到物极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就不存在当下日线上一个非常这个恐慌的这么一个抄底的机会。那么我们可能会在小时级别或者说30分钟级别或者是5分钟级别上找到很多这样反弹的机会，但是没有来到一个真正应该抄底的物极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个短线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做，但是不会在这里进行大幅抄底的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呢，那我们这是整个对市场上咱们从宏观面上到情绪面上的这么一个分析。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请大家给我们点赞转发。那后面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具体的操作环节。好，回到我们的这个交易的具体执行上，像昨天晚上的话正好在期货上我找到了一个损益比非常高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再次重申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看多还是看空，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落实在交易上。那么这个损益比非常高的机会就是看到了上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头部，然后呢画出一条线，那么这里有个小的底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下一个空头或者下一个空仓，它的止损会非常的近。那我自己呢确实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当下的走势。那如果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不做这个期货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我们画出的这条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撑压互换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之前在向上突破的过程中这是我用的是30分钟 NQ， 就是这纳斯达克100的这个期货那么在向上突破的过程中，那么这个里面那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回撤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这个撑压就变成了互换了。那么这个拉起来之后，这里又再次形成支撑，但向上弹的力度是越来越小了。跌破了以后呢，它向上打到这个位置上呢，它形成了一个什么下跌之后再反弹。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不明显的次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反弹的过程中是冲破不了这个高点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高点附近作为一个止损。那么这条线出来了以后我就是大约在这个12
18几和122几做了一下这个空头的布局就休息了那么后面的话它就是一路走下来，那么今天 PCE 出来了以后，那么就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那么下跌之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条线，对吧？我们把这条线画在哪儿呢？画在这样的一个承压互换区，就是上一次它下跌的过程中，它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的反弹。那么之前在这儿连续测试，那大约是多少呢？大约又在了个12500到12100左右。那么这就形成了2次的一个承压的一个互换这是2次形成承压互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那我的空头如果在这个地方弹上去，我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止盈，虽然有一部分的盈利或者30-40%盈利没了，还有一点呢，就我们可以在这个附近，如果弹上去再下，仍然按照这个方式去布局向下的做空的这么一个仓位。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市场上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说前面的这个大型的头部这是一个拉起来向下再拉起来，那么这里形成了一个当时的高点之后这是一个4级别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下跌的一个趋势，然后反弹上来是一个什么大级别的一个趋势，那么这里是个盘整走势类型如果你不是特别清楚也没有关系，知道这里是个 ABC 好了。那么这个 ABC 上来之后，在这个地方形成了这个4级别高点的一个线段，那么在这儿形成了一个什么大级别的一个次高点，那么大级别的次高点和我们当下的这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对这个整个走势趋势反转的一个确认。那么这个确认之后，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新的一轮下跌的一个走势。那么下跌的过程中，我们这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小的中枢的一个结构，那么它再向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看它离开段到底走多少。那这就是我们从交易和实战的角度来呢进行一个分析，这是 NQ 30分钟的一个作战计划。好，很多朋友呢跟我说要增加我们视频更新的频率但确实是呢我尽力因为平常真的是太忙，有时候真的没精力了给大家录这个视频那么就更新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叫 community， 咱们所谓的这个 YouTube 朋友圈。那么这社群更新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在2天以前，就22号说了，这里有一个深度市场深度 NMO 的这里为极值。那么这个极值出来之后，它也容易反弹但是呢，后面呢，我们下面还是什么呢？还是偏弱，就是还要跌。那么如果我从一个就是说涨粉或者说增加流量的角度，我可以在这里说我的判断真是非常的准确。但是我们要说在交易的层面上，我的判断我认为不是很准确。我跟大家讲讲我是怎么判断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可以看到我们先来日线上的话 NQ 其实是22号，我21号看到一个非常超卖的一个情况，又到这个黄线处，我认为22号应该有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应该是在22号就要完成。但是22号大家可以看到走成了一个刚弹一点之后就拉下来了，它其实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横盘的一个结构那么我的反弹的操作其实是没有赚到什么钱，我是买了一些call，是没有赚到什么钱基本上就平出了做得很不好那么我在判断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它的择时方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即使我说这个地方看反弹，你也未必能在这吃到大肉。同时大家看23号其实才走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这么像一个反弹，而且之后呢又出现个大跌，然后再次拉起来。那么这一波再做的话，难度就比我们看到22号这种有直接端超卖数值来配合的这种就难度大多了。那么我倒是抓到了一个什么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抓到了这一波，刚才给大家讲到。所以我在说的时候，我们在判断、在讲、在计划和你真正在做，和你最后说和完成以后往回看的时候，这是完全不同的3件事儿我可以把它就是明明做的很烂的一个，我可以讲成我自己特别神准，但实际上我们交易不是这样的，交易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就意味着我们平常是以错误和亏为主的这样一个工作。好，那么再回到我们上周还是上周，我们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易机会，其实是美元美元的这个交易机会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美元它在这个位置上的确定性比我们操作美股要非常大的多，但是我知道大家就是对于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小
可能呢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兴趣。而美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可以上非常大杠杆和仓位的，因为本来外汇呢波动就是小，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突破了一个回踩，再向上，我在昨天的这个位置上昨天这个位置上出掉了一半的仓位。那朋友会问了，今天其实是个非常大的阳线，就是今天一天的盈利可能比前面一礼拜都多，那为什么我要选择在昨天就要出掉一半的仓位呢？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到了紫色带的这个上沿，它是一个阻力，再加上今天会有 CPI 这个就核心不是 CPI 就是核心通胀的数据，它会对美元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数据出来了以后是非常差的一个数据也就是说意味着美元还会走向一个强盛。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一波美元大的回调就这里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结束了。在这个确认了之后，我们剩下的一半仓位就在哪里守护呢？就在大约这个缺口，也就是差不多这个紫带的位置上进行一个守护。那么如果美元在这附近形成一个震荡的过程中，我会继续加仓回这个美元的仓位大家注意，美元的波动是股指的一半都不到是非常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要把仓位安排的稍微大一点，因为美元本身的波动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好，那我们再回到另外一个操作，我们上周咱们复盘讲到的是埋雷埋雷是什么呢？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之后，我们发现两个点，一个是 SPX 日线是偏弱，另外一方面我们说 VIX 仍然处于一个低位，它还没有向上攻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在等待说这里又做了一个什么回踩，还有一个向上攻的动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在 SPY 呢埋伏了一些6月或7月的，用 5% 的仓位埋伏了一些6月到7月400的这样的 put， 以它在下跌的过程中，我们能吃到一些 Vega， 也就是它期权定价的一个收益。那么在下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价格已经来到400以内，也就是这两天下跌的还挺多的。那么这个低点今天呢，最低都来到394左右，那么也是我们紫色带的一个支撑位。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做呢？我就把上面的400的这个 put 卖出，也就是差不多是60%多的一个盈利就是400的 put 我们进价是7月还是6月的，就是6月的吧，6月400的 put 我们买的时候是10块，印象10块01毛1好像，然后呢卖出的话是16块3还是16块4。那么卖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向下肉成什么呢？肉成一个比如说380到一个340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 put spread。 那么380到340的话，我们差不多这样的一个 put spread 的价格大约就是一个6块多6块多。那么这样的话我肉下来之后，相当于是我从10块变成16块，然后呢我把它16块卖掉之后换成了一个6块多的一个操作。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一个什么呢？给我灵活的一个好处，就是一个是如果它继续向下跌我现在看空的仓位是越滚越大，而且它进线了以后它的爆发力没有原来大，但是它所承担的风险是比原来大的，所以我先把我的仓位进行一个降低，因为我不希望我非常大的仓位看空且同时承担比做空更大的一个风险。那我降低仓位的同时向下把整个的仓位从380到345的这样一个 put spread 是什么？如果它快速的下跌，我的这个6块钱最大还是能吃到多少呢？还能吃到35，也就是将近5倍到6倍的一个机会还是可以做的。如果在后面几个月的时间跌的真的很厉害，那么我也可以在最差我在345这个附近可以选择对 SPY 进行接股。别忘了我们的仓位是 5%， 那么 5% 的这个100的它有了60%左右的盈利的话，那差不多 5% 的仓位有 3% 的这么一个盈利。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再把类似的这个仓位滚下来的这个仓位去换成差不多6块多的这个 put spread， 那么在做这个 put spread 的时候，那仓位相当于就降低到 3% 到4%，同时是我们整个这波下来的这个利润为主，因为我的大部分的钱砸在这个美元的这个波动上美元，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再会讲美债，所以这个地方往下滚了之后，如果它到345以下，或者是345甚至于更低，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就去接 SPY 这个 ETF 的一个机会，是我进货的一个点。那你说会不会跌更低？比如说3100、3200、3300，这都不重要，因为我愿意就是340或345承担了以后，我后面呢还有10%左右的一个空间，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的。
是非常好做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那么如果向下跌到这个过程，我这380的这个3%到4%的这个仓位又可以向上面就进行一个翻。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反弹，而且反弹比较强烈，我们这个位置上仍然是有一个下跌的趋势，我们可以把底下的那个 put 先有一部分进行cover， 买回了这个345的 put 之后，然后剩下的380的 put 继续持有。如果它有幸能继续下跌的话，那我们又变成了单裸put的380的这么一个下跌，那我仍然也不是非常吃亏，就是进可攻退可守。为什么呢？进可攻退可守呢？因为在这个做空的交易上没有下那么大的一个仓位，然后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你可以下非常大的仓位，但前提是你要对自己的认知有非常大的信心，且非常有纪律性的在什么样的位置去做止损，该什么样的位置做一些对冲，对市场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来拼你的对冲，拼你的认知，拼你的理解。所以说这是我们整个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操作，上礼拜跟大家讲了，那我这要跟踪一下。另外一方面呢，我在这里呢开始就是对美债，尤其长期美债准备呢进行一个左侧的一个布局。我认为的话，这是我长时间等了好久，终于做出了一个2次回拉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大约在止损在哪儿？大约就100多做一个止损。因为长期美债的一个逻辑是比较坚定的虽然我们看到是货币政策会向上，但是整个向下的话，它这个地方是2次回拉，是我计划之中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买点。所以这个位置上我可以先做一些卖 put 准备接股的这么一个动作。一旦接下来比如还弱，还可以贴身做一些卖 CC， 或者说在这个等待反弹的过程中再加仓做右侧的一个交易。所以这是我对美债的这么一个布局。所以我们从美元、美债和美股是这样的一个分配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讲几个个股的一个操作。好，插播一个小广告，我们的反收割训练营今年呢又开始了。那么在1周报名的时间呢，就有将近一半的同学参加了我们这个训练营。我们是人数控制的，但是我不管你是报名训练营还是你想自学，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个我们从 99% 到 1% 的蜕变的这种方法不管你是自学也好，还是跟着我一起学习，或者是看视频，或者是看书，其实我们最终防止的是被市场所淘汰，其实是个防守反击的这么一个思路。防守反击意味着市场因为你的水平不够吗？其实不是，更多的是我们人性上的贪婪和对于市场把握的欠缺而造成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设计希望的是我们能拉大家一把能拉大家实现一个咱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顺势而为，而拥有稳定交易模型，且不断完善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的核心是建立在风控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所以呢，就像攀登高山，仍然是靠您自己如果您能自己去爬，我也愿意分享我平常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视频和 Discord 群，还有我给大家分享的书单。只要您把这些书啃透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您真的没有时间，又希望有人分享一些经验，那么可以呢加入我们这1年可能也就是1次每次只有30人的这个训练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跟大家学习分享从你无认知到弱认知，构建完整的交易模型、交易体系，到最终提升大家思维模型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进行学习市场上或者历史上那些先贤，我们一些非常厉害的交易人物所写的这些书，他们已经把非常好的思维模式、交易模型都在他们的书中分享给大家了。我们需要的是认真的读、认真的写、认真的学，同时还有我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大量的作业。通过完成作业，我们互相了解，互相提高，针对每个人呢设计和制定出针对你的人性弱点或者你平常交易的习惯所应该出的一些改进的建议。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改变我们行为认知和学习的阶段。
好，那么今天这个小广告就在这里了。在个股的操作上，那么首先也就是大家最喜欢最想知道天天问的，就是关于特斯拉的这个走势。特斯拉3月1号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投资者日，那么这个地方它有公布新一代的这个平台那现在出来的是 Hardware 4.0， 不管它的消息面是什么，这都不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走势，大家注意，这是一波非常强烈的上涨，也是非常强烈的反弹，但毕竟没有打回到这样的一个整理区间，那么意味着这样的一个反弹在这儿就会形成一个阻力。那我们上一期、上上期每一期都在讲特斯拉，我讲的都烦了。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呢是有一个风险，而且风险也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地方筹码非常多，而且在集中。如果真的快速下跌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行情。但如果没有形成快速下跌，那么它就是个非常强势的主力的控盘。当前看是一个强势的主力控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应该是在这儿做一个横盘，横盘之后形成新的突破，或者说形成新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发现特斯拉这个地方横盘之后形成了快速的一个下跌，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绝对不可以着急进场抄底，因为什么？因为它又要形成这种代谢筹码的一个二次下降，会有非常凌厉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正确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跟大家分析几种交易的方法。最差的方法，我们先说最差的方法，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卖 put， 就是 sell put。如果在这里 sell put 的话，大家想过没有？如果这里就是一个二次的一个底部，它向上攻的时候，你卖的那个 premium 只是你赚这个一 pure premium， 对吧？那如果我们真的做错的话，它会有一个凌厉的下跌。那么你在 sell put 的话，你要承担跟正股一样的 risk。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会承担所有正股的这么一个 risk。好，那么你这个地方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观察，我会在这个地方观察，等待它盘整。那么如果盘整实现了一个，我们昨天还分析了一个 K 线，它这个 K 线慢慢盘整，那你再上来再盘整，形成了类似于一个结构出来了以后，我们在后面不管是多还是空，都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就像类似于大家看这样的出来一个三角，它有一个结构出来之后就是一波，你根本不用担心。包括这个地方有一个类似于 W 底的这么一个突破，它有一个结构，所以你不用去抓所谓的最低，因为我们的投机不是说投资投资是这个地方我们目标仍然是看500左右的，就是非常长线的一个看法，那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操作。那投机来说，我们要讲究的是资金的效率，就是你不用在它 forming， 就是在盘整的这个阶段中过度的进行参与。那么当然有可能说我就是喜欢长期投资，爱喜欢折腾，你就在它上涨的过程中卖一点，下跌的时候再买一点，仓位非常小。如果波动特别大的话，那就是下跌特别多买多一点，下跌涨得特别多就卖多一点，进行一个什么呢？波段的所谓高抛低吸。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应该是做盘整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一旦形成下降，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套牢盘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好，稍微说一下比特币，这个地方反弹起来以后呢，比特币的回调是比大盘少的，这里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说的强势，而且这个地方大家看 ABC 完成之后，其实回调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我预期可能会在23000到24000左右形成一个盘整，盘整之后可能还有新的机会，我们就是关注 B 股也好关注比特币的期货你都可以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